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以前的话，我们村有几百户人家了。像对面那些土窑洞，以前都是住人的，现在的话都荒废了。前面的4个窑是我们的小学学校的嘞，以前还有几十个学生了，挺红火的。现在的话，我们村里只剩下几户人家了。你们晓不晓得这个是啥了？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陕北缩小版的土窑洞。像这的话就是我们老祖宗住过的土窑洞。再给我展开一下，这是我爷爷奶奶住的窑洞，那时候的窑洞还是缝的报纸窗子。再过来的话就是我爸爸我妈住的窑洞了。这时候的窑面子都已经比较平整了，后来条件变好了吧，我们的窑洞都翻新过了，窗户都变成这种玻璃的了，既好看，而且不用一直糊窗子。现在的话，就是住人的窑洞越来越好了，不住人的窑洞就变成一片废墟了。很多窑洞都用来养鸡。现在带大家去一个神秘的地方。像这里的话，以前住一户大户人家，那就是地主家的大门，从那个大门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地主家的家境有多好了。我们再过去看一下，这就是他们家的窑洞院子，他们家还有2层窑洞了。我们上去看一下，像这个窑洞2层的话，在我们陕北农村其实很少见的，现在都成一片废墟了。这就是上2层的通道，这就是2层窑洞，外面的风景还不错。这的话就是地主家住人的地方了，这个是他们的粮仓。现在地主家已经没有余粮了。以前的人家里人口比较多，所以灶台都比较大一点，同时可以放几口锅，一次就把家里的饭都做出来了。像这个的话就是大土炕，上面那个搁头就是放鼻子，放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地方。我们再去院子里面看看。这的话是地主家的一个石碾子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石碾子碾过的痕迹，就知道地主家的余粮有多少了。看一下俺们的陕北窑洞，再看一下俺们家的炕，俺们家这是土炕，炕上能睡5、6个人。现在锅里正炖羊肉着了，一会儿准备吃羊肉面了。这个是2面的河老床，这个是俺们晾的干叶水，也就是香菜。这是俺们种的山麻，这还有土鸡蛋。这是山泉水、麻绳，这是俺们洗脸地方，俺们是在这儿化妆的。这是俺爸爸跟俺妈结婚的时候买的电视，10几年了还能放了。这是俺们放衣裳的柜子，这是俺们看书的地方。家里来亲戚了，给他们吃一顿地道的陕北炖羊肉。这个比较帅一点，就它吧。在陕北吃一顿地道的炖羊肉，是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和礼仪。来了客人在简板上迎接，客人进门给客人接门礼，是代表着对客人的热情欢迎。进门后，先招呼客人上炕坐着，再去取一些水果给客人吃。入冬了，家里的苹果一般会放在地窖里储存，这样可以保持新鲜，也方便随吃随拿。锅里羊肉炖着，主人在一旁陪同客人闲谈。吃炖羊肉再配上炸黄米糕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招待客人不仅要吃好，更要喝好。饭后给客人取一些自家酿的粮食酒，大家把酒言欢。
家里种了一些蔬菜水果或者其他自产品给客人带上，这也正应了那句俗语：礼轻人意重。客人走的时候，将客人送出结畔，并目送他们离开。快过年了，俺们已经开始做年茶饭了。街上现做黄馍馍，黄米已经泡了一晚上了，现在就可以捏了。这个是捏着把打好米捏成面。捏好的面先炒一下，炒好的面更甜。俺们这包的是南瓜豆沙馅的黄馍馍。